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你们的中文老师 Katrina。今天的播客呢，我想跟各位同学来讨论一个很多人很关心，而且也很苦恼的事情，那就是中文听力。你是不是学习中文可能有一段时间了，或许3年，或许5年，然后你发现你的中文听力一直没有进步，或者是进步得很慢，然后你感觉你好像只听得懂老师说的清楚的很慢的中文，但是你在生活中你听到母语人士讲话，你可能就听不懂了。又或者是老师在课堂上讲话只要快一点，你就听不懂了呢？如果中文听力一直是你的问题，那你一定要听今天的播客。那今天呢，就要跟你分享我自己教了那么多外国学生以后归纳出来的一个结论，一个总结。那我们就开始吧。第一个，你中文听力没有进步的原因就是你太急着想要说中文了。我看过有一种学生，他非常想要很快的学习说中文，所以呢，他在听力的部分不是非常的用心，他通常呢不会仔细的听老师说的中文，他不会去仔细的听老师的发音，因为他很急，一直想要讲中文，一直希望能够赶快的学习怎么说中文，但是他忽略了听中文的重要性。这种学生呢，通常觉得学习说中文比学习听中文更重要，或者是花非常多的时间在讲中文，而不是在听中文。但是我要说的是，听跟说都很重要。你要先听得懂别人在说什么，你才有办法回答别人的问题，才有办法有一个很好的沟通。要不然的话呢，你跟母语人士在讲中文的时候，就是鸡同鸭讲，你听不懂别人在讲什么，然后你就胡乱回答，这样是一个很不好的沟通。所以在说中文之前，你必须要听懂别人的中文，你才能够正确的回应别人的中文。下一次你在听老师说话的时候，或者是你听播客的时候，请你仔细的去听母语者的发音，去听别人说的话，确定你都听得懂了，听清楚了，你再回话，而不是一直想着要怎么说中文，怎么回答问题，忽略别人问你什么，忽略别人在讲什么。第二个问题就是有一些学生他其实一开始发音就没有学好，没有练好，也是一样，可能太急了，他就想要很快的马上可以说中文，所以呢，他在一开始的时候没有非常认真的仔细的去练他的发音，以至于说呢，他在发音的时候可能口音很重，但是他忽略这个问题，你太急着想要讲中文，然后你忽略了声调跟发音的重要，这就会变成以后你在讲中文的时候，你一天到晚都只会听到自己错误的发音，那你觉得这是对的发音，可是你一直都听着自己错误的发音，以至于你听不懂母语者的发音，你听不懂正确的发音，你只听得懂你自己错误的发音，因为你的耳朵、你的脑子告诉你，你说的发音是正确的，是这样的，然后你听不懂母语者的发音。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学习中文的一开始你就要认真的把基础打好，把发音的基础打好，练好。如果你有把你自己的发音跟声调练好，那未来呢，你自己在练习中文，在说中文的时候，你听到自己的发音都会是正确的发音。如果今天你的发音是很差的，
或者是你的发音跟母语人士的发音差很多的话，那这样子会影响到你的中文听力，所以练好发音很重要。第三种学生就是过度依赖字幕的学生。有一些学生告诉我说，老师，我听了很多中文的播客，我看了很多中文的影片，可是我的听力就是进步得很慢啊。然后我发现这一种学生，他们通常在听播客、看影片的时候，都会过度依赖字幕，太依赖字幕了。每一次听播客都要配英文字幕，或者是拼音字幕。如果你每次听播客或者是看中文影片的时候，你都会依赖字幕，那你的耳朵就会休息，你的眼睛就会工作，所以你不是在听播客、听影片，你是在看播客，你是用你的眼睛在理解播客的内容，用你的眼睛去理解影片的内容，而不是用听去理解。你是看懂这个播客，而不是听懂这个播客。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每一次你听播客的时候，你就先不要看字幕，你第一次听的时候就认真听，不要看任何的字幕，然后你诚实的问你自己，我到底听得懂多少？在没有字幕的情况之下，我到底听得懂多少？你要诚实的面对自己的中文听力，还有你听力的问题。第二次听播客、看影片的时候，你可以开中文字幕或拼音字幕，然后你要比较或者是比对两次的差别，诚实的问自己，有字幕跟没有字幕的时候，我听得懂多少？为什么有这个差别？或者是为什么在播客的某一句话，或者是某一个部分，有字幕的时候我听得懂，没有字幕的时候我听不懂？你要去深究这个问题，你要去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这句话的这个部分有字幕的时候我就看得懂，但是没有字幕的时候我就听不懂？为什么呢？是因为我的发音有问题，还是我哪一个部分的理解出了问题？你要去找出原因。因为以前小时候我自己在练习我的英文听力的时候，我也是这样子。第一次无字幕听，第二次有字幕听，我就会问我自己，为什么这个部分有字幕的时候我懂，但是无字幕的时候我听不懂？是因为发音的关系吗？还是因为我对这个词不熟？反正我就是要找出原因，然后下次的时候我一定要听得懂。另外一个问题是，很多学生在听中文的时候都会习惯用英文去理解，也就是他会依赖英文的字幕，而且他会一直想要用英文的翻译，用英文的思考模式去理解。当你在听一个播客或影片的时候，你发现有一个部分你听不懂，你先不要急着用英文去翻译，你要先用上下文的方式去猜、去理解你不懂的中文。比方说，你听一段中文，这个中文的前面跟后面你都听得懂，但是中间有一部分你听不懂。所以呢，你就要用上下文、前后文去思考，那我听不懂的这个部分，它可能在说什么？试着用中文跟上下文的方式去理解、去思考听不懂的部分。真的不懂，我们再用英文辅助，而不是每一次遇到听不懂的部分，就请老师用英文翻译。上课的时候也一样，我在给学生上课的时候，我通常呢，一个中文句子，我会试着说很多遍。如果学生听不懂一次，我会说第二次、第三次，我会试着用不同的方式，或者是肢体语言，或者是图片，
让学生理解我的中文。但是我发现有一些学生他不太有耐心，他会觉得说，你不要给我那么多肢体语言，你不用一直重复，你直接告诉我这个英文翻译是什么就好了。这其实在我的教学上对我来说是有一点困扰的。其实我很想要训练学生用中文去理解中文，但是有一些学生他可能就觉得我想要马上知道这个中文是什么意思，你直接给我英文翻译，感觉这个方法很快很有效率，而且学生马上懂。但是长期来说呢，会让学生太依赖英文，只要没有英文他就完全听不懂。这样的学习方式也会让学生的听力、学生的中文进步得非常慢。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很多学生大部分听的都是中文课本的发音，都是课本的中文，很少听实际生活中的中文。到底课本的中文跟实际生活的中文差在哪里？有什么差别呢？差别真的很大哦。比方说，像我在做中文播客的时候，我尽量呢都会把句子说得很清楚，说得比较慢。所以呢，其实我有一些程度或者是听力比较好的学生会跟我说，老师，我觉得你在做播客的时候中文讲得太清楚太慢了。所以听力比较好的学生反而觉得我的播客对他们来说帮助不大。但是听力比较差或者是还在练习听力的学生，他们会觉得，哇，老师你说的中文又慢又清楚又有条理，对我的听力非常有帮助，也给我很多的自信。那当然啊，就是不一样程度的学生，他们需要不一样的播客或者是教材来练习中文。那如果你想要让你的听力进步，你不只是要听课堂的中文、课本的中文，你还要听实际生活的中文。什么是实际生活的中文呢？就是不标准的中文。比方说，我现在说话说得比较慢，这个是所谓比较标准或者是比较清楚的中文。但是呢，实际上台湾人讲中文的时候没有那么清楚，或者是母语人士在说中文的时候，他们可能都有自己的口音，或者是区域性的口音，让你听不是很清楚。比方说在台湾，我们喜欢把字粘在一起，怎么样我们会说成怎么样，就这样我们会说成就这样，我不要我们会说成我不要，欢迎光临我们会说成欢迎光临，没有我们会说成没有，你要什么我们会说成你要么。你看实际的情况，实际你听到的发音跟你在课本或者是课堂上面听到老师的发音是不是差很多？所以呢，当你的中文越来越进步的时候，你想要增进自己的听力能力，你可以要求或者是告诉你的老师，在上课的时候不要把自己当成是中文老师，把自己当作是一个台湾人，然后呢，就用很自然的中文去跟另外一个台湾人聊天，用这样的方式跟你说中文，让你体验一下。你可以这样要求你的老师，我相信你的老师会非常愿意帮助你。最后一个我发现影响学生听力的问题，就是有一些学生他不学习汉字。我发现有学习汉字的学生跟没有学习汉字的学生，他们的听力有比较明显的差距。一般来说，有学习汉字的学生，他们的听力的理解能力会比没有学习汉字的学生还要好。
因为如果你只有学习拼音，那你在听中文的时候，你会少了很多的资讯。比方说呢，你听不懂一个词或一个字，然后这个字的发音是和，然后你就想到底是呵和呵哪一个？老师到底在说什么？可是呢，有学汉字的学生，他们在理解听力的时候，就会去找词组。什么是词组呢？比方说，他听到了一个他听不懂的发音和，他可能是呵和呵，然后呢，他就会利用词组或者是词块的概念，去找这个发音的前后字汇是和尚，还是喝水，还是吃喝玩乐。他会用词组的方式去搜寻、去理解，然后试着理解他听不懂的那个字到底是属于哪一个词里面。简单的说呢，就是有学汉字的学生，他在理解听力的时候，他会有比较多的资讯，他会有比较强的词组词块的概念。我知道学习中文很不容易，我做这部影片的用意呢，也不是苛责任何一位听力不好的学生，而是想要用这个影片提醒大家，告诉各位，如果你发现你的听力有问题，进步得很慢，或者是你常常听不懂老师说的中文，母语者说的中文，那你可以去看一下我这个影片给你的建议，然后试着去改善。所以这部影片呢，并不是在苛责你练习听力练习的不够好，并不是这样，而是要帮助你用不一样的方法去解决你听力的问题。最后呢，希望这一部影片对你们有帮助。如果你们有任何练习听力的诀窍，或者是问题困难，都欢迎你们在下面留言给我。当然，如果你想要参加我的中文课，跟我一起学习中文的话，你可以在下面找到我所有的联络资讯，跟我上课。好啦，今天的播客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再见。